马六甲海峡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具有怎样的战略地位？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如何在马六甲海峡上对中国进行限制？而中国对此是如何应对的？我们都知道，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各国都加强了联系，以便可以更好促进世界的发展。然而，也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就使美国为了限制世界各国的发展，就对各国采取了各样的限制政策，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就要使中国成为了美国针对的对象，以此来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限制。而美国所通过的凭借就是马六甲海峡，其作为美国近年来控制中国发展命脉的潜在利器，它就像是一把隐藏的利刃，能够在沉默中拥有着关键时刻致命一击的能力，且随时都有可能给中国致命一击。这也成为了中国一直担忧的事情。但是，中国还是不敢与美国进行正面冲突，因为美国确实在马六甲海峡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借着马六甲海峡对中国实现经济封锁。这也将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将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主要也是由于马六甲海峡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要道，且马六甲海峡对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具有极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对于马六甲海峡还是十分重视的。然而，在对马六甲海峡有直接管控权的国家中，新加坡的地位尤为突出，多数船只都在新加坡进行补给。虽然新加坡和中国都是邻国，但是由于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尤为复杂，加上印度也在马六甲海峡周边建立了专门的军事基地，因此这就使中国在对马六甲海峡的掌控中处于绝对的下风，完全没优势可言。因此可以说，中国对于马六甲海峡的掌控能力非常弱。如果中国要想进一步掌控马六甲海峡，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性。所以对中国来说，为了保证中国海上运输的畅通和安全，必须采取多种方案来应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一方面要协调好和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要寻找多种替代方案，尤其是要找到替代航线，来摆脱美国等国家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关于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我们都知道，其位于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漫长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3个国家共同管辖。此外，马六甲海峡长约1080公里，海峡最宽处位于西北部，宽约370公里，最狭窄处在新加坡海峡里，最窄处只有37公里宽，是连接沟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国际水道。此外，马六甲海峡也作为东亚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自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邮轮数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邮轮数量的3倍，是经过巴拿马运河邮轮数量的5倍，因此被誉为海上生命线，所以对中国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正是由于马六甲海峡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才使中国想要极力夺取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并通过不断努力去寻找发展的方案。然而，就在中国经过不懈的努力，就是中国遇到了这样的机遇。据悉，由于此前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对外招标，希望有国家来协助这个港口的建设，而由于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且有助于中国突破马六甲海峡之围，从而开辟出一条新的航道。而新加坡受到了美国的唆使，并与美国沆瀣一气，通过花高价钱拿下瓜达尔港，但是却不在这上面进行任何建设，反而是使其一直空置在那里。这一看就是受了美国的唆使，以便对中国进行限制。然而，好在后面巴基斯坦政府识破新加坡的诡计后，并结合瓜达尔港的现实情况，果断强行收回被新加坡耽误5年之久的瓜达尔港，然后毅然决然地将瓜达尔港的开发运营权全权交给了中国公司。但根据巴基斯坦与中国达成的港口租赁协议，中国公司自2015年起对瓜达尔港的管理经营权仅仅只有43年，且根据港口规划显示，瓜达尔港一期工程中方总投资1.98亿美元，主要做港口基础建设，包括3个世界领先的标准化多功能码头，还有总长4.35公里的进港航道等。2期工程总投资5.24亿美元，主要工程为修建10个船舰停泊位，其中还包括3个大型的集装箱码头建设。
另外还有2处邮轮停泊区以及与地下输油管道相连的炼油厂，所以瓜达尔港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单单修建时间就占到了总租期的1/3。另外，花费14年功夫建成后，还要再花费时间完善并扩展港口功能，这样才能完全满足现代化港口的需求和功能。所以，光港口建设就将近花掉近1半的租期时间。对此，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签下瓜达尔港一定也不划算。其实不然，因为重要的就是瓜达尔港这个独特的位置，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还算是一笔值得的买卖。因为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皮路支省西南部的瓜德尔城，港口位置距离石油富国伊朗不足100公里，距离号称中东石油贸易咽喉的阿曼湾也只有380公里，距离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占据着南亚、中亚和中东之间的战略要地。所以中国控制瓜达尔港就等于开辟了一条能有效避开受美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的新的能源和货运通道，这也是中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设瓜达尔港的主要目的。此后，中国从中东、非洲等国采购的石油就不需要绕道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可以直接通过瓜达尔港从陆路进入中国新疆，再依托中国早已建成的东西部能源大通道送往全国，这比走马六甲海峡更加安全和便捷。这也使得中国可以完全摆脱美国和西方国家对马六甲海峡的封锁，对中国保障能源安全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除了在建设瓜达尔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与俄罗斯也加强了合作，并且一起联合开发北极航道，从而使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团结合作，一同突破美国的封锁，实现完全独立自主，不再受到美国的牵制，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亲密互信，已经在多个领域都达成了战略合作，相互促进，从而发挥彼此的优势，达到双方合作收益的最大化，从而能够实现双方的互惠共赢。所以也被看作是不是同盟胜似同盟，这也促进了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开发北极，开通北极航道，并发挥彼此的优势，实现互惠共赢。加上中国和俄罗斯还联手在北极首次尝试冰下通信系统建设，俄罗斯方面负责提供在无线通信研发和制造技术下的技术样品，保持在冰下2公里范围内的通信可靠性，而中国方面则负责研发了安装在冰面上的地震减波器系统，用于监测波对冰的传播。这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合力开发新北极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资源开发上的通力合作，这也使中国和俄罗斯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从而达到资源共享。这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后期更多项目的合作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随着瓜达尔港、俄罗斯北极航道的开通，美国对于马六甲海峡的优势将会荡然无存，从而使马六甲海峡完全丧失战略地位。这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将加快助力中国的发展，且将完全不受美国的限制，能够加快实现独立自主，并对美国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这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